我居然穿越到了刚看的那本女频降智小说里，还是那个最小丑的舔狗顾晨。哼，当初是你跪求陛下赐婚，我不得不嫁，现在我无法再忍，快把和离签切了，别死缠烂打。书里，我因为这女人去针对女主江安然，最后被男主顾明天搞到家破人亡，下场凄惨。操，这膝盖都要跪废了。我再说一遍。行，我签。为了你，我丢了父皇宠爱，皇位也被一个宗室之位的顾天明所夺，甚至连一直暗中护我周全、全术最绝美、最强大的师尊，也为我报仇惨死。哼，恶心！一言为定。终于能和天明哥哥双宿双飞了。天明哥哥，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哎，你也配？本王不过是在利用你罢了，一介宠妇。宣醉与江河言，地图谋反，满门抄斩。我这一世是我亏欠。重生了，这是婚后闹和离的那晚。上一世我瞎了心，害得自己家破人亡，还好有顾晨对我不离不弃。别瞪了，不是说好的和离吗？快点签。和离？我不签，你脾气见长啊！算了，我原谅你一次，只要你好好待我，真心爱我，我就不提和离。感谢上苍让我重活一世，顾晨，只有你才是真心对我。哟，还拿我当舔狗呢？我字都签了，你说不离？婚姻大事你当玩呢？对，原剧情里就是今天，我给江河言跪地哀求，颜面扫地，让父皇彻底死心。但只要我及时找父皇认错，幡然悔幕，皇位就还是我的。至于师尊，这一世换我来守护你。你再这样，我就去找顾天明了。这小子向来护食，我一提顾天明，他就慌得不行，乖乖回来苦求我原谅。不用你找，他就在那儿藏着。还想藏到什么时候？给我滚进来！剧情里全是顾天明背后女人，他许诺要娶江河言，让他上头闹离婚，搞得我家里一地鸡毛，将父皇断绝期望，天明城市上位。九皇兄，好巧，族弟只是路过，听到了些许动静。顾天明，原来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在算计我俩了。正好，顾晨今天不对劲，不太好拿捏，我得用顾天明激一激他。天明哥哥，他今天吃错药了，竟然要与我和离。九皇子，你才成婚不到2月，就大吵大闹，逼迫发妻和离，这传出去，未免有失皇族风范。哼，你俩站在一起，倒挺般配，好一对狗男女！你在说什么？怎可诽谤清白之人？诽谤？瞧瞧这是何处？对我明媒正娶的内子搂搂抱抱，拉扯不清，便不要这种不干净的女人。顾晨，你怎可凭空污我清白？若还一再辱我，我便撞死在门柱之上，以证清白。向来心如我，这下看你慌不慌？请便。快撞啊！等你撞死我就叫人验尸。我要让天下人好好看看，一个成婚逾越的妻子，此时竟然是处子之身，不肯与夫同床，妇德何在？顾晨，你莫要血口喷人！我不过是身染隐疾，牢中叮嘱过，在治愈前万万不可同床共枕。身染隐疾，好。既然娘子身子骨如此堪忧，可我天家向来要求子嗣繁猛，以你这般娇弱之躯，恐难以承受绵延子嗣之重。这和离书你还是签了吧。九皇子，你怎么抛弃病弱的发妻呢？千万不能离啊！若少了江河言找事，制造江家与皇帝间隙，顾晨皇位岂不稳如泰山？此乃本殿家事，有你插话的份儿。来人，此人在本殿府门前鬼鬼祟祟，莫非是来窃取财物？给我扒了身上衣服，搜查一番后，给本殿扔出府外。主殿下，陛下召您即刻回朝面圣。小的多嘴一句，陛下如今可是龙颜大怒啊！多谢公公，父皇必然得知了这里的动静。此番和离闹得满城风雨，若是处置不当，罔顾父皇一番厚望，皇位白白便宜外人。这一趟面圣，势必要挽回父皇之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前世他是唯一对自己好，
对我不离不弃的人，怎么现在连他也变得如此冷漠？瞧瞧，那就是窝囊废九皇子。听说他给江大小姐下跪求饶，皇子又如何？那江大小姐的父亲江河山可是当朝太尉，把持朝政，门生故意遍布天下，皇帝见了都得礼让3分，一个皇子算个屁！江河山只手遮天，长子更是执金吾，主管京城防务。父皇不愿我娶江河岩，便是忌惮江家势大。若我与江河岩有了子嗣，继承大统，这大周江山不得被这舔狗皇子送给江家？难怪父皇对我死心。这一世，管他什么江家，管他什么男主女主，全给摁死！闪开，闪开！何人胆敢拦截皇子车驾？顾辰，可把你给截住了！给这份军需账本给本将拿好，其中差缺你自己挪用皇子府库帮我补齐。请账！哼，本将勤加练兵，折坏了几杆长枪，磨坏几张皮甲，账目对不上了。你这当妹婿的，这点小事若不帮忙，可说不过去。几杆长枪，说得轻巧，账上足足缺了几10万两军需。剧情里，大舅哥倒卖军需，我为讨他妹妹欢心，替他揽了祸事时，被父皇彻底厌弃，惨遭贬制，最后反倒被江河岩怪罪无能，笑死！恋爱脑遭报应了呗？发什么呆呢？听明白了就赶紧滚去做事儿，磨磨唧唧，难怪我妹不拿你当人看。大周律令，军中将领倒卖军需，重罪！来人，给我将这个罔顾国法的悍将拿下！是你这是找死，自己送上人头。父皇见我大义灭亲，定会明白，我已洗心改面。顾辰，你他妈疯了！我可是你大舅哥，你平时巴结我像条狗一样，今天竟敢对我动手！顾辰，你干什么？你识相的立刻放开老子，否则我们江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不知死活的狗东西，还敢威胁本殿！押上此令，随本殿进宫面圣。混账东西！大婚不到2月，便在府邸与王妃大吵大闹，甚至闹到要和离的地步，全城百姓都在看皇室的笑话。你丢尽了朕的脸面！父皇息怒，儿臣此举非荒唐任性，乃是为了大周江山，以身入局。哼，以身入局，一个为那江河岩寻死觅活的没骨气的东西，倒跟朕谈起江山来了。父皇明鉴，须知我那岳丈太尉江香山门生故意遍布朝野，已然权倾朝野，功高震主，已成肘臂之患。你，儿臣还知父皇深感危险，却苦于无从下手。若无缘由打压江家，满朝文武定会跳出来，嚷嚷什么残害忠良、寒了功臣之心之语。所以儿臣自请赐婚，打入江家内部，扮作沉溺美色，使其放下戒心。隐忍多时，终获确凿把柄。江家长子江海倒卖军需，已被我抓获，正押在殿外。好一个以身入组，臣儿做得好。况且我是江家女婿，举报江海，那是检举亲人，大义灭亲的善事。皇权打压忠良，一点不沾的。众臣悠悠之口，也指拍不了半句。哈哈哈哈哈哈！臣儿，长久来是朕错怪了你。爹，顾辰的混蛋竟逼女儿和离，你要为我做主啊！放肆！当初若非他下跪苦求，老夫岂能将你嫁与这窝囊废？今日竟敢主动提和离，嫌命长了不成？他想把我一脚踢开，没那么容易。我这就进宫，定要让皇室给江家一个交代。陛下，老臣要状告九皇子欺辱发妻。交代！江太尉，你先给朕一个交代。这犬子犯了何事？哼！你问问你这个宝贝儿子，身为金吾卫，总揽京城安危，竟敢在朕眼皮子底下倒卖军械，朕将京防大权托付你江家，你如此报答朕的？来人，脱下江海，斩立决！爹，妹妹救我！妹妹救我！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想死啊！救我！顾辰，你是个死人吗？你平日里最听我的话了，快跪下替我哥哥求情啊！他可是你大舅子。让我求情？
不好意思，正是我查获了江海罪证，将他押来问罪。你说什么？你竟敢罗织罪名陷害我哥！陷害？此言差矣。你可知这倒卖军需的铁证是谁亲手送到本店手上的？正是你这位好哥哥。你说什么？本店是江家女婿，眼看着大舅哥误入歧途，本店痛心疾首。若任由他继续惹祸，定会连累整个江家。于是，本店向父皇检举此等恶行，不求岳丈感激，只为江家着想。顾晨，你这个黄口小儿，竟敢如此算计我江家！爹，父皇，够了，江家权倾朝野，当徐徐除坏。若仅凭一桩倒卖军需案便斩首江海，太尉怕是要狗急跳墙。有章有尺，见好就收。我儿果然不同凡响。那依臣儿之见，该当如何？国法无情，但父皇刚吩咐，念在太尉往日功劳，死罪可免，活罪难。传本殿令，立刻剥夺江海执金吾官职，贬为庶民，再赏500军棍。陛下，求殿下，老臣爱子自幼娇生惯养，如何受得住这500军棍啊？这分明是要活活打死他呀！求陛下开恩啊！父皇，说会求您吧，500军棍会死人的。执金吾肩负卫戍京城重任，本该武艺高强，筋骨横练。若连区区500军棒都扛不住，那便是无能，便是渎职，更是欺君之罪。扛不住，死了也是活该。若真死，本殿便上奏父皇，哪怕是一具尸体，也要拉到市操之上，将这欺君枉法的叛贼再凌迟处决一遍。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哥，你醒醒啊！启禀陛下，九皇子500军棍行刑完毕。不愧是我大舅哥，竟然真扛住了500军棍，好生将他送出殿外。是。臣儿，今日起，这执金吾的京防重任交由你一人执掌。儿臣领旨，定不负父皇厚望，状我顾氏兴武大周。太尉大人，大少爷这命，老朽用尽浑身解数，也只是勉强保住。可这伤势太重，下肢骨骼尽碎。什么？你这庸医，你到底有没有好好治？说，到底怎样才能治好我儿？若给不出药方，老夫拿你去喂狗！有，老爷，若能得到传说中的道家圣药灵骨丹，大少爷必能痊愈。不能，大少爷下半辈子只能瘫在轮椅上，还会绝育。我江家的嫡长子，竟然成了废人。灵骨丹，等等，这丹药我有啊。晨儿，这是为师耗费半生修为为你炼制的灵骨丹，你天生根骨有瑕，此丹可助你洗胎换骨。记住，除了你，谁也不准给。灵骨丹呢？我分明记得顾晨就放在这间房子的。他此前因我不愿同房，敷衍说体质虚弱，他便为讨好我，将此圣药赠予给我，本该就在这儿的。早就料到你会来取药，我若成帝爷，此等妙药岂可拱手让人？你在找这个吗？给我！是你的东西吗？你就碰，小手不太干净。这药你早就送给我了，大丈夫许诺给过的东西，岂能收回？你忘了吗？我是给你，但你没要呀，因为你心里想着青梅竹马的天明哥哥，替他舍身而去。原作里，这师尊为我心血熬制的灵骨丹，最后被江河岩眼巴巴送给了顾天明，助其功力大成，借此重创我的师尊。服了，我真该死啊！
满级号给玩废了，现在换本店操作，保底也能当一个鹦鹉圣君。行，你绕了这么大个弯子，不就是想和我同房吗？我才反应过来，这小子今日态度大变，定是在欲擒故纵。哼，前世你爱我入骨，只要今天我给了他，一尝到甜头，绝对又变回那个对我言听计从的他。原作里我对江河岩如痴如狂，但直到死都从未得到过他，碰他一下都要发脾气。如今我弄废了他哥哥，他反倒现了身。唉，世间广大，舔狗引以为戒吧。等等，我的身子已经给你了，快给我灵骨丹！是你自己二话不说冲上来借我衣服的，我可什么都没答应。不对，我什么都给你了，你为何仍旧如此冷酷？天大的笑话！夫妻同房本是寻常之事，竟被你当做什么天大的恩赐？怎么，你刚才觉得很屈辱？我觉得屈辱就赶紧和离，别死缠烂打。哎呦，刚才辛劳过度了，得吃点丹药补补身子。该办正事了，趁江家大乱，必须尽快镇服禁军，壮我周氏。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谁都能背叛我，唯独你顾晨不行。师尊的丹药就是猛，徒儿现在龙精虎猛，阳气都要侧漏了。我还以为你会把为师心血炼就的灵骨丹送给你的爱妻呢。爱妻？她算什么东西？这世上最爱我的女人，只有师尊你一人。你在说什么？我是你的尊长，若再说这种怪话，为师就要罚你了。徒儿只是表达尊师之情嘛。其实徒儿是来找师尊帮忙的。原作女主的盟友降龙会首领阮青梅与江家勾结，已渗透入禁军。我若对禁军下手，他必会跳出来阻碍，唯有师尊护我左右，方可无忧。好，男儿当有大志，你放手去做便是，有为师在，出不了乱子。回禀殿下，参与倒卖军需一案的犯人已尽数拿下。九皇子可当心了，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拦下的。有买就有卖，实话告诉你，这军需是降龙会要的，里面的水深着呢。我当什么呢？一个民间组织罢了，又能大得过朝廷？殿下有所不知，这降龙会在江湖上可是威名赫赫。降龙，真龙在此，众生俯首，我倒要看看谁能降得住。什么降龙会，乱民而已。本殿早晚将其全抓了，发配边关徭役。在下阮青梅，乃降龙会的首领，见过九皇子。窃闻九皇子口吻，似乎要对降龙会追查到底，还愿殿下三思而行，否则恐生祸端。好胆！一介草民，胆敢威胁大周皇子！来人，给我拿下！此乃所幸，重骨之人，从此生死只在尸骨者一念之间。九皇子，既然你不懂事，那以后就乖乖给我当仆人吧。关张存。给，服下这枚锁心骨。不，殿下，是臣女冒犯，还请。本殿耐心差，若我厌烦，你想供我举使当我长羊，都是奢望。完了，这辈子是栽在他手里了。是。如此一来，降龙会便被我所掌控，能为我辅翼大周。祸患已伏，为师便回去进修了。你也勤加练功，少贪玩节制。恭送师傅。
都退下，把犯人一并押下去。是。过来，给本殿捏土。能服侍殿下，是奴婢之幸。终于归了，这才像话。以后你统帅降龙会，为本殿所用，有大事要托付于你，懂吗？是，愿为殿下效死。还有，待会儿你带本殿去江安然藏身的那个小药铺。你怎么会知道他？我不仅知道江安然，也知道她表面上是身份低微的江家淑女，受人欺凌，但实则是隐世的药医奇才。你的锁心果正是她所赠的。我还知道，原作女主江安然此刻因旧疾复发，躲到小药铺养病，却被江河源的婢女撞见，放狗咬她，是她人生最落魄的时刻。而后被顾天明相救，才对她有了情愫。若在这个时间点，本殿提前搀回江都。顾晨，此仇不报非君子。好的，正巧安然的小药铺就在附近，得找他买点药。顾天明，上车。顾晨，你别怪我，我知道未来天明才是最后赢家，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等我利用顾天明将你折腾到穷途末路，你自会像狗一样滚回我的身边。何言，让你受苦了。少废话！我知道你在利用我，你心上人其实是江安然那个死丫头，可我不在乎了。你想要江安然是吧？我会帮你得到她，但你也必须帮我一个忙。没想到你已经……要我帮什么忙？帮我打压顾晨，让他重新对我百依百顺。我知道你有的是手段。帮外人对付自己丈夫，这女人有病吧？也罢，反正对我百利而无一害。大小姐，是你啊！我们碰巧撞见了江安然那个小贱人，她被堵在药铺里，我们正放恶犬咬她呢，可好玩了。不要！救命啊！帮我！好啊，看你这贱种，今天能往哪儿跑？谁能救救我？我不想这样死去。力气长进许多，灵骨丹果然神效。师尊，我真是爱死你了！终于有人来救我了，他好高大。你还好吧？哪个不长眼的乱管闲事，想英雄救美？你知道我们是谁的人吗？我们老爷他是姓江。原来是太尉家的恶仆，完了，这年轻人摊上事儿了。哼，下次。就是姓江的。你竟敢当街杀人！有人行凶！太尉家的人竟然给当众害死了！捕快呢？来人呐！一群狗奴才，瞎了你们的眼，竟连主子都认不出，此乃九皇子，更是你们江家大小姐的丈夫。他已经成婚了吗？殿下，是小的们有眼无珠，还望莫要怪罪。莫说我是皇子，就单指家奴当街作恶，纵狗伤人，主人下场屠害，也是应有之理。好，不愧是我大周皇子，做事公道，没偏袒自己人。来人，给本殿斩了这几个恶奴右手，以示惩戒，然后轰回江家。是。殿下，安然满身沉寂，怕污了您的袍子。别说了，我带你去治伤。不愧是圆桌女主，狼藉之下仍有如此动人美态。况且医术超人，若收为己用，必能助本殿成事。我这一生备受凌辱，从未有人这样将我忽悠在后，又托举在前。顾琛，你对安然做了什么？给我撒手！怎么会？前世你跟我抢顾天明，这一世你又抢我的顾琛，怎么总是你要恨我啊？顾琛，把江安然给我，
否则没规矩，谁允许你直呼本殿了？江河野，顾天明，你个废物！你看到了没？你巴结的心上人在别的男人怀里可乖得很呢。好，很好，顾晨，为你真以为我处处退让，真的怕了你不成？我本不想这么早动真格，但是龙有逆鳞，出者即死。真是给你脸了，越发美大一笑。顾晨，不过一个仰仗恩宠的侥幸之辈，若非生在主脉，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今日就让你看看，在武力面前，权势不过鸡粉。放肆！竟敢对皇子无礼，无礼又乃我何？现在知道人前显圣，晚了。对，大残顾晨，为了他，让顾晨尝尝你隐藏多年的高超身手，让顾晨一辈子能趴在我脚边，哪里也去不了。给我跪下！花里胡哨的跟我闹呢。龙有逆鳞，触者即死，说的对。可你只是一条小虾米，不可能。苦修10年，这不是你一合之敌。只不过藏了点三脚猫的身手，还真拿自己是藏器于身，潜龙勿术，笑话！来人，把狂徒拖下去，打入天牢。大周8大酷刑好好伺候着。遵命。江安然，你个小贱人，给我站住！我早就奇怪，他对我百依百顺，怎的忽然要提和离？原来是你在背后勾引，在叫嚣。姐姐，我没有。不要叫我姐姐，你这杂种！闭嘴！瞧瞧自己现在什么德行！来人，皇子妃有事教育，下回江府交由我老丈人好好管教。江安然，你勾引别人丈夫，要遭报应！原来他和我那歹毒姐姐闹和离呢。传闻他对姐姐卑躬屈膝，是有名的窝囊废，却不想……怎么觉得本殿下和传闻中不太一样？本殿魅力无敌啊！这姑娘明显对我上头了。欲成大事，身边总少不了一位神医。不敢。女人真怪，从前对她百般讨好，她却对我不屑一顾，而今将她弃如敝履，她反倒死缠烂打。那是姐姐有眼无珠。殿下，您其实只是没碰上对的人而已。哦，那你倒是说说，谁才是这合适的人？殿下打趣安然，安然不敢妄言。呀，殿下身上可是服了什么神妙丹药？哦，你竟能看得出来？殿下浑身药香，气血磅礴，却似细如漏斗，说明药效易散。如此一来，灵药不能尽数运养经络，太暴殄天物了。难怪本殿觉得有邪火乱窜，戾气难以收放。安然有一独门药引，可助殿下完全吸收灵药。只需找出僻静之处，除去上衣，在周身挤出大穴，用针隐药力烘托心脉，如此对殿下增幅更甚。如此甚好，那多谢小神医。哪有，只是报答殿下救命之恩而已。明明你自己还一身伤，倒想着给我行医。不瞒殿下，安然医术可有两下子呢，调养、理病、除障、解毒，样样精通。这点小伤上点药就好啦。说到解毒，江海山安插在父皇身边的可真正。爹爹，一切都是江安然那个贱人在挑事儿，否则顾晨他不会赶走我。净说些疯话！一日之间，长子被废，爱女落魄，老夫这堂堂大周太尉，百官魁首，竟活成了一个笑话。君王无情，那休怪老夫无义。这江山，若我江家不乐意，谁也别想坐稳。
太尉息怒，东西准备好了。那皇帝怕死得很，半点毒物也休想入宫。你有10成把握吗？太尉放心，小的用药鬼神难测，定叫皇上顷刻周身瘫痪，但意识清醒。到时候大周无主，当有太尉来做这辅政大臣，载歌九州。好，顾辰，你废了我儿，我废你爹。老夫要让你爹眼睁睁看着大权旁落，周氏倾颓。殿下所服丹药与殿下体式绝配，如今药力全然融合，殿下凭空多出30年功力。师尊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灵骨丹，险些被原主糟蹋，我就想通了，一把王炸好牌，闭着眼出牌都能赢，偏偏原主活成一个死舔狗，还好我接手了。这强横体魄，若不用来上阵杀敌、建功立业，就太可惜了。安然施针结束了，殿下快穿上衣服吧，可别受了风寒。殿下，皇上突发疾病，腹如刀绞，满地打滚。动手时间变早了，无妨。安然，带上药箱，随本殿入宫。是。痛死了！救命！救命！太医，救朕啊！陛下撑住，大周不能没有您。李太医，快给皇上服救命汤药。陛下，微臣终于熬制好了。这要用尽山野灵宝，天地间仅此一份呢，千万要喝干净。父皇何在？好劲！若非女主倒向我这边，江河山这废地摄政的计谋，怕是万全之策了。顾辰，你竟敢擅闯帝王寝宫，殴打当朝御医，你眼中还有没有王法？天助老夫！这小子居然自己跑来送死，踢翻药盘，踢得好啊！老夫正成为借题发挥的机会呢。九皇子太放肆了，连陛下的救命药都敢打翻，简直是大逆不道！哎呦，老臣的命好苦啊！陛下，这碗汤是老臣耗尽国库，以血灵芝、天山雪莲等奇珍熬制的良药。九皇子，您殴打老臣不要紧，可您千不该万不该换了这碗唯一能急救陛下的药啊！良药已毁，无法再治，该如何是好啊？你为何如此莽撞？你是想看着朕活活痛死吗？陛下，九殿下刚夺了禁军大权，又提发您的救命汤药，怕是九殿下是等不及了，想早日继承大统。顾辰，你废我儿！今日老夫便借皇上之手，再杀于你。顾辰，你果真要谋反吗？来人，给朕拿下这逆子！李太医，不管用什么办法，求你再给朕熬制一碗。朕快要不行了，肚子里好像有把刀子在乱绞。父皇莫急，这腹痛死不了人，但若父皇真喝了李太医的这碗汤，那可才是神仙难救。辰儿，你说什么？这药有毒！老臣冤枉啊！九殿下信口开河，不光污蔑老夫救人治病几十载的清誉，还要断了陛下的生路。放肆！宫中禁卫森严，半点毒物也带不进来。此药材均由众臣共同钦点，更在陛下及文武百官眼皮子底下熬制，所有人亲眼所见，全是奇珍药材。小畜生，看你如何辩驳！今日老夫便借皇上之手，将你彻底宰杀于此。老臣的汤药有没有毒，一试便知。看到了吗？老臣喝了，哪有毒？看我红光满面，这分明是大补的好药。逆子，逆子，朕的药，朕的药啊！给朕把九皇子给朕打入天牢！好药，原著中这碗药害得父皇周身瘫痪，
成了不能动弹言语的废人，眼睁睁看着江海山夺权。然而有我在，这一切就是笑话。父皇，儿臣掌管禁军，只为防宵小之徒成肘恶之患，为的是我大周江山稳固。还愣着干什么？拿下！拿我？就凭你们？身手果然变强了不少，以后若成大事，少不了上阵杀敌，得多想法子提升武力。护驾，顾臣的果然要反，他要请辞陛下。李太医喝了药，总得漱漱口吧？药没毒，茶水也没毒，但两者加起来，就成了让人贪肺麻痹的世间奇毒。九皇子且慢，不要！救命啊！硬的木头。哼，父皇，您若喝了这碗神药，那变成这副模样的人，可就是您了。若朕喝了也会死？死？不，李太医没死，但父皇会比死更惨。您会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但头脑却仍旧清醒，眼睁睁目睹天下无主，乱臣贼子弄权。什么？竟如此歹毒！若真是如此，那朕想死都是奢望了。可这药分明无毒啊，群臣都看着呢。没错，这汤药是名贵药材熬制，验不出毒性。但这百草混杂，只需一盏特制茶水做药引，药力便倒逆冲击心脉，经脉尽乱，手足皆废。江太尉，本殿的好乐章，若你还不信，便也尝一口试试。老夫如此万全绝技，怎会被轻易识破？这天大的机会，竟错失良机。到底是哪个混账暗中消除他人？非要揪出此人，以泄心头之恨。若不是我儿坚持，朕早在你们眼前成了废人，竟有奸贼害朕。可朕这腹痛如绞，又该如何是好？朕到底是得了什么恶疾？父皇莫慌，儿臣为您找了位小神医。是，殿下。不疼了，一下子就不疼了，真是神医啊！过奖了，陛下本无病，只是被人动了一处穴位，才引发了无名痛觉。父皇，一切都是江山河在宫内安插了卧底，有连环计在谋害你。不止惊蛰，这宫内也要好好清理一番了，内鬼太多。父皇莫要着急发作，等一下还有一桩好戏呢。江珊珊若是知道自己几乎完美的毒计竟被自家女儿所破，坏了好事，估计得气疯了。这声音，江安然，这不是我那庶出的女儿吗？你怎会在这种场？江安然，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岳丈好眼力，这么久了，终于认出你家女儿了。说来本殿颇为感激，正是令你救了陛下性命。你说什么？岳丈，你这当爹的难道不知道吗？安然身怀绝世医术，天下唯有他能识破李爱医的毒计。幸好他及时出现，解了这社稷之危。你说巧不巧？筹谋多年，渗透宫中，布下这天衣无缝的毒计，眼看就要废了皇帝，竟临到关头，坏在我这庶女手里。你做得好！自己的亲女儿身怀绝世医术，我这当爹的竟然毫不知情。父皇您瞧，多有趣！害您和救您的人竟是一家的。不过江河山做事向来守卫干净，咱们查不出他与李太医勾结铁证，不妨今日借此生事，清洗朝廷，断其党羽。好，我儿深谙帝王之术，哈哈哈！没想到此等神医竟是太尉家的千金。陛下谬赞了，
夸个屁！老夫万全的绝技全毁了。好险，朕据那万劫不复之地，只差咫尺。多亏江家千金救朕，那个处心积虑谋害朕的乱臣贼子，若知奸计险些成功，怕是要气得吐血不可。说的是那乱臣，就差一点。太尉积劳成疾，安然，快带你父亲回府歇息，传朕旨意，太尉安家养病，这几日就不用操劳正事。民女遵旨。朕要好好考虑如何赏赐你，但太尉身子要紧，你先下去吧。太尉这一病退，正好方便臣儿整顿朝中江家党害。待江山河康复，他扶持的势力早就元气大伤了。顾臣，儿臣在。朕看这宫中也不太干净，既然宫中御前侍卫也交由你手，彻查宫中、朝中，不止李太医同党，连其他行事不端、贪赃枉法之人一并铲除。儿臣遵旨，定将所有宵小之辈连根拔除。本殿奉旨，肃清朝纲，清除宫中、朝中污秽，为保父皇安危，先从宫中查起，却不想竟勾出这么多人。惊心！求殿下冤枉啊！微臣两袖清风，谨守王法，绝无贪赃枉法之事啊！顾臣，你少在装腔作势！你不过是借着陛下的由头排除异己，肆意妄为，你有何证据说本官有罪？你是何人？大的口气！本官顾言乃是高祖第8代孙，大周宗室，掌管皇家织造。按照族中辈分，你该效无声族书。原来是周氏宗亲，那贪赃枉法更要罪加一等。小辈说话要有根脚，本官何罪之有？证据呢？查我神仙都别查到，我撑得住。东宗是血脉，族中大宗正自会开始。若本官有半点罪行，就撞死在高祖宗庙宫前。要证据？好，本殿就让你死个明白。青梅，本殿这位族叔嚷嚷着要证据呢。殿下，这是降龙会历年来参与朝廷官员销赃走私的账目，每一笔银子都记得清清楚楚。降龙会，你是阮青梅，你怎么会？族叔，听到降龙会，你慌什么？殿下有话好说，咱们同族血脉相连，有些事不能摊在明面上，否则叫天下人笑话的。嘘。顾言，周氏大宗正侄儿，掌管皇宫织造，倒卖数百匹极品血缎，经由降龙会私密售卖民间，获利10万余两。极品血缎唯有父皇，族叔负责织造，怎么能连这事情都不知道？还是阮青梅妹妹，如今太尉全在我手。不可能！你怎么不嚷嚷？铁证如山，族叔，你还有脸信步？身为大周宗室，却让高祖蒙羞，给本殿拖下去，押到高头磕到死！顾臣，你敢残害同族，我要去宗人府告你，让大宗治！你们呢？陛下饶命啊！你们小辈不懂，老夫当年啊，可是看着陛下长大的，有些事情不好了！九皇子的侍卫把你的侄子顾延安在高公祖庙阶前磕头，说是要让他磕头磕到死赔罪，现在已经快死了。你说什么？反了！反了！你们这群莽夫，竟敢在高宗宗庙撒野！顾臣的皇口小则呢？让他滚出来见老夫！我等奉旨查办贪腐，顾延盗卖禁品，证据确凿。殿下军务繁忙，没空理会闲杂人等。闲杂人等，老夫乃是大周宗正氏也。按照族中辈分，那小畜生得叫老夫一声叔祖。还望大宗正注意言辞。你们也配！就算是皇上站在这里，也得恭恭敬敬听老夫几句教诲。他顾臣懂不懂什么叫尊卑长幼？顾臣这小死手，竟敢不顾同族血脉情谊，这就进宫找皇上。他不得见识下什么是宗族礼法。来人，裴大轿，替我顾家皇脉整治一下小辈的歪风邪气。行了，把这堆破铜烂铁收起来。我江家中人堂堂太尉府的千金，不学女奴失孤，果然和整出出身市井的娘一样。遗书亡我母亲济世大盗，何来稳住心脉？这次急火攻心，您至少折寿10年。放肆！还敢顶嘴！这逆女没一点教养，竟敢诅咒亲生父！
简直目无尊长，反了你了！你这小贱人，还有脸回江家？我也姓江，有何不能回的？你勾引姐夫，还害得我府上几个贴身婢女残废，如此惹祸精，不出不行！爹，这贱人败坏门风，此番定要严惩。言儿说的对，长幼有序，是该好好教训教训，让他长长记性。我明明刚治好父亲，江家，我竟还对这魔窟心存幻想。殿下在忙，怕是没人能来救我了。你往哪儿跑？顾晨，是殿下。本殿刚忙完宫里的案子，挂念老丈人身子，特来探望。不敢，殿下威风八面，何必来探望我这垂死老友？顾晨，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是来接我回皇子府的吗？折腾了一大圈，还不是乖乖回来找我？哼，你还在自作多情。恰恰相反，本殿此次登门，是为休妻。求你了，顾晨，不要再闹了。以前是我不对，绝无悔疚。顾晨，你休想！我说了，我绝不合理，绝不签字，你这辈子休想甩开我！什么合理？你脑子糊涂了？看清楚，这是休妻，天底下哪有休妻需要经妇人同意的？你要休我？你说什么？你竟敢休妻！和离乃民间常事，尚有体面，但那你这一纸休书，就是彻底撕破脸皮，一点体面都不带给我江家留的，你不清楚后果吗？爹说的对，我乃太尉府嫡长女，身份尊崇，你凭什么休妻？这让朝廷、让天下黎民如何看待？凭什么？就凭你德行有缺，不配做皇子妃，必须把这我要匡扶登府，夫妻做什么事都处处受惩。顾晨，你可想清楚，这不是你们小儿女之间的私事，而是关乎大周朝局、皇室与重臣的国事联姻，干系重大。你和小女闹归闹，可若休妻就越界了，老夫把话放在这，就算你执意如此，陛下也绝不会准许，容你肆意赖来。听到了吧？想都别想！只要我们还有夫妻之名，一切都能挽回。老岳丈息怒，本殿既然还叫你一声岳放，自然不会把事做绝。以前我不谈休妻，便是顾虑到顾江两家决裂的风波。既然殿下知道利害关系，那就当今日无事发生。不，岳丈误会，本殿今日前来是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绝不破坏两家盟约的折中之计。什么意思？待我休掉江河言，便娶安然为正妻，换人联姻。如此一来，顾江两家还是亲家，你还是我岳丈，并未恩断义损，体面尚存，岂不美哉？你竟为了休我，去娶这低贱庶女！我跟你拼了！呀，左皇子，你未免欺人太甚！岳父这话说的，本殿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安然，你可愿意？你要知道，唯有依靠本殿，你才能彻底摆脱江家。我要兴复大周，荡平朝野奸逆，身边必须有位神医辅佐，以防李太医下毒之时在我身上出意。殿下，父亲如我，姐姐想害我，江家势大，若错过殿下，那就放眼四海，再无其他庇护之所。安然愿意全凭殿下做主。你这逆女，这婚姻大事没父母之命，轮得到你亲自自决？江太尉，若你执意不许，那不顾体面撕破脸的一方，就是江家。小子风头正盛，罢了。好歹江安然可是我江青断，这门姻亲断不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门。这门亲事，老夫允了。哼，那就多谢岳丈大人。安然，先随本殿回府暂住。太尉，你是怎么了？蛰伏十载，为何偏偏今日没有忍住？成大事者，当忍常人所不能忍。这次重挫反倒是好事，可助我磨平浮躁。安然，你给我一点实权，就让你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至于顾晨，此仇不报，枉为大丈夫。
陷入疯狂气势。你来做什么？看我笑话吗？顾晨，他把我休了。这与我有何干系？你猜，顾晨休了我之后，又娶了谁？那更和我无关了，请离开，莫要打扰我在牢中静修。他娶了江安然。骗我！安然与顾晨绝无瓜葛，怎会突然嫁给他？别走！你给我说清楚！我懒得与你多说，我只是过来利用你的，激怒你，让你对付顾晨。我知道你有底牌。想拿我当刀，甚至都不遮掩一下！你当我是什么？冷静，我要冷静。这副石材，唯有隐忍方能成事。不，安然若真嫁给别的男子，我便生不如死。我不忍了，被利用就被利用吧，反正顾晨必须死。这是师父留给我的血魔丹，虽能让功力暴增，但副作用极大，甚至杀气冲心脉。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老臣顾廷叩见陛下。是族中宗正来了。若是因顾晨清理宫中贪渎来为族人求情，那便请回吧。是朕要借顾晨这把利剑，斩断朝中支脉粘连，一扫晦气。果然是陛下偏袒，才让顾晨如此放肆。难怪他不尊长爱卿，有恃无恐。既然陛下执意护着那小畜生，别怪老臣不客气了。陛下误会了，老臣绝非为此事而来，而是为了一桩国事。宗正，请讲。恳请陛下赦免东宫太子与皇后，但以此前宗人府幽禁多月，早已痛切悔命。顾晨，今日老夫放出太子，看你如何接招。当下朝局为何动荡？无非是储君幽禁，父子隔阂，以致人心晃动。若天家能破镜重圆，可向天下黎民彰显陛下宽宏大量，以定人心。殿下，属下得到消息，大周宗正今日面圣，成功说动圣上下旨释放太子与皇后，接回宫中。宗正这分明是借刀杀人，想要以太子打压殿下。无妨，太子身上有个惊天大怒，迟早报来。你们等着看好戏便是。什么？属下本以为此事定会打您一个措手不及，可您竟早有预料。青梅，你怎么在这儿？你也和殿下认识？唉，一言难尽。原作里皇后秽乱后宫，太子根本不是父皇亲生，生父竟是个假太监，想用假太子压我，找死！宗正真以为个废物太子能压制本殿？可笑！既然自己跳出来找死，那就本殿一网打尽了。宗术一系也该整顿。殿下英明，不过属下还有急报。顾天明在天牢之中，莫名功力大增，竟打伤玉在，离奇越狱，已经不见了踪影。哦，我当什么大事呢？逃了一只老鼠罢了。此辽失踪，必来寻找，属下愿贴身看护。要不，再把殿下那位高深莫测的师尊请来坐镇。对付一条疯狗，还惊动我师尊？顾天明定是狗急练强，吞了那枚血魔丹。此药虽能暴增功力，但也能令人血气过盛。若以止阳之药添加，药力乱窜，可轻易让他暴体成废人。话说，他背后那个国色天香的师傅，与我家师尊有仇。若顾天明有事，他必然跳出来进我翁主。若能收服，也是一大助力。安然，你通晓药理，修元补魁丹，你会炼制吗？啊，这不是猛烈之极的补肾奇药吗？殿下阳气充沛，还需要吃这种药来补龙啊？那安然怕殿下补破了头，伤了身子。傻丫头，这药不是给本殿吃，本殿要用它送顾平潭一场大造。殿下肯定又布置了什么毒计。哼，顾天明那小子可惨了。行了，青梅，你回去歇歇。
若顾天明今晚行刺，断不可能。他正忙于摆脱京城禁军抓捕，只有在我迎娶安然那天，他才会跳出来。安然也不知道他为何一直纠缠，但安然之心从此只属地下。终得佳人钟情，有了女主气运，本殿可谓是如虎添翼。太子，哎，真是折煞老夫了。这才像话。我母后说了，大宗正是助本宫与父皇和好的大功臣，自然要好好感谢。大宗正乃族中长者，德高望重，待到日后本宫理政，还有许多事要请大宗正指点呢。母后也说了，若得宗室丽人，任给你这老匹夫一点好脸色。所谓君子如玉，便是形容太子殿下这种人的。哎，若宗室之人都能像太子这般尊长谦逊，手里有断，何尝大周不兴？这老匹夫话里有话。哦，莫非宗室之中还有谁不遵孝悌，令大宗正都看不过眼了？太子殿下，您可不知道，在您幽静修这段日子，那九皇子有多么猖狂！他仰仗陛下宠爱，目无尊长，公然在高总宗庙前残害同族，简直糗主难书。景帝竟会如此，岂有此理！九皇子不是顾辰那小子吗？陛下还将京城禁军、金吾卫、宫中御前侍卫都交由顾辰把权。皇口小儿不懂持重，手握重兵，恐生祸患，所以老夫有个不情之请，只是怕伤了殿下兄弟和睦。直说便是。望太子能把顾辰兵权拿下，禁军之重，唯有太子殿下才担得地起。好说好说，顾辰，这位皇帝向来敬畏本宫，收回兵权只不过本宫的一句话罢了。他那禁军大权，孤今日便去取来。孤正需要宗室助力，况且九弟不就一个追在姑娘屁股上面献殷勤的窝囊废吗？九弟，新婚燕尔，做哥哥的特来贺喜。多谢皇兄。不过你大婚之后，总该多陪陪弟妹，而宫中事务繁忙，未免耽误了弟妹年少风华。不若这样吧，这禁军和金吾卫的兵权，就交由孤来代管。代管？你刚从宗人府放出来，手就伸这么长？放肆！你怎可如此对本宫无礼？抱歉，禁军虎符乃是父皇赐予皇帝暂管，此乃皇命，绝非你我兄弟相互谦让儿戏之物。放心，父皇那边皇兄自会解释，你交出虎符便是。好啊，你想接管，那你看看他们听不听你。我是太子，他们如何不会听从？金吾卫，听令！聋了吗？我等只认虎符。本宫是太子，国之储君，无虎符，无皇命，却擅自意图调兵者，当以谋反论之，格杀勿论，望太子自重。顾辰，你这是决心要与为兄作对吗？是说顾封长命才几日吗？为何金吾卫已如此听从？为兄自家皇帝大喜的日子，你派人堵在街中，当众索要兵权，蛮横无理，天下哪有你这种太子？滚！莫误了本殿迎妻吉时。给我等着！几日不问政事，太子竟解除幽禁了，天助老夫！既然顾辰和太子兄弟不睦，老夫就添把火。来人，去拜访东宫，说是老夫有事上门拜访。是。谁敢拦我？安然，你出来！我来救你了！你在做什么？这可是我大喜的日子，你却跑来捣乱！一定是顾辰强迫你委身，但没关系，我来了，我这就带你走。不，我是自愿的。这天底下只有殿下对我好。哟呵，抢亲抢到本殿头上，这就是挖墙脚、拆散原作原配的主子，还敢招人爱说。顾辰，我们又会面了，彼日之仇，今日当报！顾清明，你天牢越狱，袭击狱卒，已是朝廷通缉要犯，还敢招摇过市？什么王法？如今我屁大增，我就是王法！崔晨戏粉轻而易举，顾辰，拿命来！还不长记性，触敢多，给你补补身子。我怎么了？啊！
怎样？血气冲心的感觉如何？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才使不上气劲儿。你已经是废人了，既然是废人，就不需要知道太多事情。把顾天明绑上，扔进我府地牢里，先养个几天。是，本殿倒要看看他背后那个美人师傅敢不敢来捞人。师尊，您来了。徒儿大婚，师尊可有准备什么礼物？那你想要什么呢？不过为师可不比皇室富有四海，清贫的很呢。徒儿想要师尊搬到徒儿府上住。徒儿给您修个大大的道场府宇，咱们朝夕相处，共赴大道，岂不美哉？若为师住进你府上，岂不像你刚过门的？像什么？像我刚过门的媳妇儿？没大没小，你又欺负为师，为师要罚你。徒儿可帮师尊一个大忙，师尊罚我不太好吧？什么大忙？师尊所在门派不是有个叛徒，名为穆子渊？没错，他与为师颇有恩怨，为师一直四处追寻他。怎么，你有他的行踪？非也非也，我把穆子勋徒弟抓入府中地牢看押着，穆子勋必会前来找我，到时候咱们师徒设下陷阱，瓮中捉鳖。陈儿，你可立了大功，但此事从长计议，为师此次前来寻你，却是为了一桩要紧事。好事坏事？坏事，你得罪了太子。今日宗正太尉以及朝中宫中各路被你打压的党羽都陆续前往太子府密谈，明日早朝怕是要对你集体发难，你要早做准备。可惜在朝廷上，为师帮不上你什么忙。师尊莫忧，一群跳梁小丑罢了，以为聚在一起就能成事，笑话。父皇，九皇子顾晨贪言权柄，残害同族，他公然在宗庙前逼死族叔，司掌禁军抗拒东宫调遣，其心可诛，此乃民反之兆。老臣附议，请陛下严惩九皇子，以正朝纲。老丈人，你病好的真快。九皇子莫要攀关系，殿下虽刚与小女安然完婚，但老臣绝不因私废公。望陛下严惩九皇子，以正朝纲。陛下，九皇子掌管禁军兵权才几日，就惹得群臣愤懑，已失众心，不能再让他肆意妄为了。哼，好大的声势！哼，本宫身为大周储君，果然德高望重，一声号令，满朝文武尽皆附议。顾晨，你自不量力挑衅本宫，如今看你拿什么和我斗！陛下，九殿下肃清贪腐，整顿京房，皆是为了大周。若无雷霆手段，才能荡平朝中污秽。九殿下何罪之有？望皇上明察。短短数日，陈儿竟已赢得朝中部分臣工拥护，朕倒要看看兄弟二人谁能赢下这盘棋。老九，面对东宫与群臣弹劾，你有何话可说？父皇是想坐山观虎斗，在考验我呢。我若能扳倒太子，他便无需顾忌，名正言顺立我为主，托付大事。我若输了，便说明我的本事不过如此，难堪大用。好啊，那我今日就给父皇一个绝对的礼。父皇，儿臣不才，今日也要状告太子。状告本宫？九弟，你疯了吗？说说看。父皇，此案事关我顾氏皇朝万世一命，还请并退左右，私下处理，否则这桩天大的丑事传出去，定会被举国耻笑。九皇子休要在这里故弄玄虚，无端攀扯太子殿下。顾晨，你若有胆，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孤正正廉洁，岂容你空口构陷？我当面说出来，怕你承受不住。我先告知父皇。父皇，儿臣昨日查到一桩惊天丑闻，太子他根本不是您的亲生，是个野种。混账东西！你可知你在说什么？竟敢在朕面前如此胡乱攀咬，这种下三滥的诽谤都敢说出口，朕是对你过于纵容了。顾晨说了什么话，竟把陛下气成这样？老九啊老九，叫你狗急跳墙，现在把父皇惹得雷霆大怒，看你还如何收场。父皇息怒，儿臣所言句句属实。大言不惭！你最好给朕拿出确凿证据，若有半句虚言，朕必将你贬为庶民，绝不念半点父子之情。父皇可还记得，当年皇后身边有一个极受宠幸的廖公公？10年前他突发恶疾，莫名暴毙宫中，连尸体都匆匆烧葬。是有此事，但在近日，儿臣的人查抄一处隐秘外宅时，竟抓到了他。他不仅活着，甚至并未阉割，是个完整的男人。你说什么？而且这假太监与太子长得极其神似，父皇若想见他，儿臣已将他压在殿外，
只是此事过于不堪，关乎周氏颜面，儿臣觉得还是私下。朕记得顾风一副长脸，确实与老太监那张驴脸极其相似。朕曾经还纳闷太子为何与朕不像，皇后还说什么长脸是大夫之相。且不论太子是否亲生，光说皇后曾与一个男人朝夕相处，就足以扳倒皇后母子。私下解决？放屁！就在这里，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朕完完整整掰扯个清楚，让天下人看看。父皇怎么突然发疯了？儿臣以为……少废话！朕让你开口，你敢不遵皇命？是。本殿告发，皇后秽乱后宫，太子乃通奸所生孽子，并非父皇血脉。诸位臣工且听，皇后旧日曾与某个未曾净身的假太监私通，意外生孕，所诞之孽种便是太子陆风。什么？太子是野种？这竟会有如此惊天丑闻！顾晨，你这丧心病狂的畜生！你敢辱我母后清白？九皇子，就算皇后不是你生母，你也绝不能如此栽赃。陛下，此乃朝堂之争，当以礼相驳。九皇子遭群臣义愤弹劾，非但无言以对，还口出不堪秽语，胡乱攀倒，实在有损大周威严，让外邦耻笑。若本殿所言有半句虚假，可斩我头，绝无怨言。好，是你说的。如此折辱于我，我必杀汝！父皇，儿臣恳请父皇恩准，当场滴血认亲，以证儿臣这大周储君的清白。来人，此血魄灵酒。此乃血魄灵酒。众所皆知，凡人血滴此酒之中，会凝结成精。若两人乃是至亲，二者之血会结成一颗红色血晶；若不是，则会结成黑褐晶体，做不得半点假。既然皇兄要查验，那便由臣弟做个示范，以免有人抵赖，说这酒水做过手脚。父子连心，红经为证。皇兄，现在该你了，请。确实，太子容貌与朕相差甚远，莫非朕当真受此欺辱？可能，母后母仪天下，断不会做出此等龌龊之事。顾臣定是在诈我。本宫但凡有半点迟疑，便会被天下猜忌。不，我乃父皇嫡长子，大周正统，绝不会错。别磨叽了，顾臣，待我自证清白后，本宫定要活剥了你！不要，风儿，千万别验啊！不可能，不可能！我是大周太子，我是父皇嫡长子。也是个可怜人，一帮手下败将，怂恿太子当出头鸟，打得好主意。但若他不是太子，母后，快告诉儿臣，这不是真相，是他们在设计陷害儿臣。母后，孩儿莫慌，给你不就是想让我儿拱手让出太子之位吗？不就是想让你生母夺得后宫之主吗？好，全都给你，我和我孩儿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个公道。皇上，您与臣妾结发数十载，您却因为一碗酒水，让臣妾与陛下亲故人蒙上千古奇冤。皇后且冷静，此事我不听，臣妾无宁死，也绝不受此等欺辱。臣妾就撞死在这大殿之上，以证我母子清白。莫非真是朕错怪了皇后？别解释吧，臣妾就把血流进糖干，让陛下咽个痛快。让我死，让我死！终于瞒过去了。笑死！都忘了这是女频小说事件。既然父皇还不死心，那我只能整点狠料了。待廖太监与其子觐见。你个我，这就是你说的清白？朕竟险些又信了你鬼话！你不是要撞死以证清白吗？朕让你证啊！皇上饶命！众臣退下，父皇要自行处理家事。今日之事，任何人不得外传半句，违令者诛九族。夫君，怎的今日回的这般晚？身上怎么还有血腥味儿？放心，不是我的血，倒是没想到我堂堂皇子竟也有干苦力的一天。还是给人收尸这种烂活，甚至都没恭敬。收尸！皇后和太子被父皇亲手处决了，因为事情机密，只能由我亲手来试。
当然，明日卑告全朝，皇后太子是无疾而终。怎会这样？要我把事情缘由给你好好讲讲，可刺激了。不要，我不听的，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只要你能平安就好。夫君平安了，安然才能真正安然。看来女主被我驯服好了，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原作里她受尽屈辱后黑化，可喜欢争权夺势。平安不了一年，宗室很闹腾。原作里顾天明一个支脉子弟能顺利上位，身后便有宗室力挺，可见其势力之大。今日大宗正竟怂恿太子与大半个朝廷趁我发难，我若不重拳缓击宗室，岂不显得失礼？可是宗室盘根错节，一旦彻底与之绝对，夫君就会被群起攻之。安然，你记着，只要你敢于发起攻势，上苍自会为你匹配盟友，绝不可害怕树敌。我正是顶着压力整治贪腐，今日才有众多官员挺身助我。更何况太子急死，储君空缺，许多暗中潜伏的势力都将蠢蠢欲动，山雨欲来。我必须尽快行动，占据主动。九皇子说得好呀，你瞧，你的盟友这不就来了吗？我当是谁呢？穆清晨，大周头号情报犯，原作中江安然的好闺蜜，小财迷一个，其他地方也小。殿下，我手头有一个价值连城的重大情报，足以重创宗室哦。若是殿下需要，我可以酌情给个内部特惠价，公道买卖。你是说，那桩整个宗室牵连在内的粮仓亏空重案？你怎么知道的？我的情报网可是独一无二的。我不光知道宗室倒卖皇粮，导致国库粮仓沦为虚设，我更知道，你左边肋下有一颗小小的桃心太极。是这样，原作里宗室那帮老东西，就是因为掏空粮仓，惹得饥荒、兵变、造反、风袭，才不要命的搞事，推举顾天明上位，以免被父皇清算，岂于不知。你不愧是九皇子。那天色已晚，小女告辞了。真把皇子府当菜市场了，想走就走，私闯本殿府邸，好大的胆子！穆青言可是全书最顶级的情报人才，既然自己送上门来，就别想走。九皇子饶命啊！小女只是听闻京城街巷有个女神医想讨点药方做生意，却不想她转眼嫁入天家，想着跟谁做生意都是做，恰好手头有点要紧的情报，赶紧卖掉，却不想做生意是吧？这世上什么生意能比得上皇商？你来皇子府做事吧，归本殿管账的钱。你让我管财务？你不是让猴子看守桃园吗？夫君，我听说过他，江湖第一情报贩子，人脉遍通三教九流，见钱眼开，什么生意都敢做，绝非可靠之人。但你不知，他只是享受过怕，只赚不花，最喜欢攒着爽饭，让他管钱就是给他最大信任，他绝对可能掏夫当成行。说你行你就行，其人当有其用。况且你之所以贪财，是为赡养孤儿，这满街的小乞丐都有你在暗中帮扶，所以你的耳目才无孔不入。世人皆说你贪财，但唯独本殿知道你是能真心托付之人。清澈不读圣贤书，但也懂世上难求知己。既然殿下如此说了，清澈便以殿下马首是瞻。好，本殿给你第一个任务，揪出前锦衣卫现通缉犯周莫离，他手头有宗室倒卖皇粮的证据，此人就在锦城。糊涂！粮仓搬空了，你们就去民间征粮，把窟窿堵上啊！宗正，我们征了，挨家挨户，连百姓明年的种粮都抢光了。那粮食呢？咱们强行征粮，北地便闹了饥荒，粮价暴涨啊。于是咱们一合计，就又高价卖了出去。一群混账！有了饥荒，陛下便要开仓放粮。可粮仓早空了，无粮可放。不行，必须安此所有音讯，绝不让饥民波及京城，让皇上察觉蹊跷。大宗正，几个贱民而已，莫要因此气坏了身子。老夫不是为那些贱民，而是粮仓。粮仓！你等速去备下厚礼，秘密送与锦衣卫指挥使顾白湛。老夫不便出面，让他截停一切消息。是。哼，锦衣卫皇权特许，直属陛下，只有宗族血亲方可掌管。就算顾晨再得宠幸，他也毕竟只是皇子，休想染指分毫。不论如何，京城必须太平。
大宗正真是客气，回去告诉他，本官早有准备，让他安心便是。大人威武，这京城太不太平，还是咱们锦衣卫说了算。少拍马屁！钟莫离那个吃里扒外的贱人找到了没？身为朝廷鹰犬，不思为国效力，竟为了北地那帮草民，查什么皇粮亏空，找死！大人息怒，既然他找死，那就让他死好了。那贱人虽趁乱逃脱，但已身中特制毒药，五脏俱损，等死不远了。江安然，不论你这卑贱庶女使了什么妖法，我江河岩的男人可不是那么好抢的。等着！那女神医恰好不在，我今日怕是命丧于此。上苍为何无影？我死不足惜，但北地饥民又该如何是好？是钟莫离那个女锦衣卫，我记得她此时孤身彻查皇粮亏空大案，正被满朝通缉。天助我也！钟莫林找江安然看病是吧？好，就捏造你俩是同党，我去找锦衣卫。正好，追兵居然搜到这儿了！锦衣卫，钟莫离在这儿！放开我！钟莫林，可算逮到你了。你是？我乃江太尉嫡女江河岩。原是太尉家的大小姐，多谢相助。太尉也和锦衣卫勾结，满朝国贼，难怪大周民不聊生。我绝不在污泥中苟活。是谁？我竟连痛快求死都是奢侈。快看快看，这么快就找到了钟莫离，我厉害吧？还有。方才殿下用了我1枚铜钱，一定要报销哦。顾晨，你怎么来这里了？来找我的吗？这不是我大姨子吗？失礼了，原来是九殿下，多谢殿下仗义出手。就是你击飞了我的剑，武功倒是不足，只可惜用在邪道之上。堂堂皇子不思社稷，却与这帮锦衣卫蛇鼠一窝。殿下有所不知，此女乃是朝廷重犯，穷凶极恶。来人，此贼就地正法。慢着！哦，原来他是朝廷要犯啊！本殿奉父皇之命，掌管禁军与金吾卫，肩负肃清京城。既然是大案要犯，本殿需将他亲自捉拿。糟了，若是钟莫离落入他手，指不定问出什么捅半天的机密。不必劳烦殿下。让开！锦衣卫由陛下直属，拿人办案，外人不得插手。还望殿下莫要为难我等，免得引火烧身。哈哈哈哈哈！九皇子阻碍锦衣卫办案，陛下不会轻饶。滚！若想洗清冤屈，替北地百姓报仇，就老老实实跟着本殿。是敌是友，是眼下朝廷里唯一能帮你之人。长官，真不动手吗？他一巴掌拍死你，比拍苍蝇还简单。不过钟莫离神志模糊，早就毒入心脉，神仙也没得治。九皇子只能带回一具验尸罢了。别说是皇子，哪怕是储君，也休想轻饶。别以为皇权特许只是一句空话，等着瞧。顾晨，给我站住！我们早已不是夫妻，若继续对本殿纠缠不休，
怕是有损你的名声。你怎么总对我恶语相向？劝你离这女人远点儿。此人身上有捅封天的案子，即使你贵为皇子，一旦沾染，也要倒霉。这是本殿私事，就不劳大姨子操心了。原作里周末求救于江家，你全给宗族交投名状，出卖了他，沾染了才是要倒大霉的。懒得和你废话，告辞。顾晨，你会后悔的，锦衣卫不会放过你。大人，九皇子公然抗法，还杀了属下，将钟莫离强行带走了。什么？凭你们几人的身手，怎会被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子轻易抢人？属下不知，那九皇子似乎吃过什么灵丹，气力大的反常。我等不是他的对手。这九皇子未免过于猖狂。我等乃陛下亲军，他一个皇子怎么敢插手锦衣卫要案？点齐兵马，随本官去皇子府拿人。皇子府邸，擅闯者死。有朝廷重犯潜藏在皇子府，为九皇子安全着想，尽快开门，否则就别怪本官行事鲁莽了。殿下，外面动静我听到了，别管我了，把我扔给锦衣卫。既然救了你，本殿就会保你周全。听我说，求殿下看在北地百万饥民的份上，赶快派人去城外接应北地知县刘京之子。刘知县如实上报灾情，却被宗室指示锦衣卫暗杀。他儿子拼死带着刘大人头颅和万民血书，正逃往京城告御状。殿下，您一定要布住他，让血书呈交圣上，还天下一个公道。不急，本殿早在谋划宗室这颗毒娘，为大周除患，但眼下先治好你再说。说到宗室，顾天明那美人师傅怎么还不来？我陷阱都布好很久。治什么治？你没看出来吗？我现在是回光返照啊！我身中剧毒，见血封喉，除非神仙下凡，否则谁也治不好我。你把我交出去，拖住他们。你尽快去救刘京儿子，方是正事。巧了，本殿这府里就藏着一位神仙。帮我一下治好他。安然，你就是传闻中的女神医。是我，不必费心了。若早些还有救，但现在吃了。看你脸色，是中了5种毒虫混合的毒药，相互勾连，难以独除。这毒倒和大周宗室似的，一样的盘根错节，牵一耳朵全上。好了，5毒齐散。这就好了。殿下，狗奴才擅自阻拦锦衣卫，本官替您教训。放开他！本官奉命办事，殿下莫要为难在下。若闹到陛下那里，到时候大家都不好看，请殿下允本官进府查案。陛下吗？那请进。哼，冒犯了。殿下何意？你敢动手？找死不成？敢打本殿的人，还敢拿碧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自己背着陛下做了什么事，自己不清楚吗？这是指挥使的惨叫声！兄弟们，上！给我拦住！殿下已让指挥使入府查案，你们还不知足，想强闯皇子府不成？妈的，不忍了！真以为我不敢动你是吧？不陪你玩玩，当我指挥者是吃干饭的！偷袭算什么？有种单挑啊！单挑，本殿何其尊叔，才不做混混厮打之事。孙梅，给我打！
指挥使大人！哎呀，百战大人刚进门就摔了一个狗吃屎，先别着急查案了，快带百战大人治伤去。公然阻碍锦衣卫办案，甚至殴打指挥使，你眼里还有大周王法吗？殴打？本殿何时打过你？你们谁见本殿动手了？没呀！百战大人堂堂锦衣卫指挥使，武艺高强，谁能揍得了他呀？没错，分明是他自己不小心摔的。你们好，顾晨，你给我等着，我这就进宫面圣，状告于你。殿下，此番得罪锦衣卫，怕是在陛下面前有碍。本殿只想告诉天下，没人能践踏我的人。殿下厚恩，属下受点屈辱算什么？实在不劳殿下为此行险。不只是为了你，有些东西烂了，就必须去腐除毒。虽然顾天明被废，江河岩被休，但事情远没有结束。顾天明背后是宗族造乱，江河岩背后是权臣作祟，这两块烂针不除，就算我做了龙位，也只算个瘸腿皇帝。胡闹！粮仓亏空，眼看要兜不住了，他顾角战这个节骨眼招惹顾晨的扫把星作甚？大宗正，顾百战被九皇子暴打，脸挂不住，跑去皇宫告御状了。告御状？麻烦了，这下真把顾晨拖下水了。你这堂堂锦衣卫指挥使，怎会弄得满脸是伤？只是出了点意外。锦衣卫是震最锋烈的刀，你被打伤，这把刀也就钝了，又有何用？从实招来。是九皇子，他打了微臣，强行带走锦衣卫通缉的要犯。顾晨，火是你点的，但烧到哪里，就由不得你了。陛下，微臣本不想生事，但外面传得沸沸扬扬，说九皇子要掌管锦衣卫，总揽禁军、金吾卫、锦衣卫三大京城兵权为一体。倘若真如此，那即使是陛下，也要受制于九皇子。微臣原本也不信，觉得此事过于荒谬。可今日九皇子强抢锦衣卫要犯，够了！臣儿近来确实锋芒过盛，仗着朕的宠信，行事越发肆无忌惮。顾百战这莽夫，坏我大事！九皇子正愁抓不到把柄，他若顺藤摸瓜查到咱们头上，慌什么？只要皇粮亏空不露白，饿死几个北地贱民算什么？天下钱领多如牛毛，传老夫命令，让锦衣卫定要摁死所有讯息，绝不走漏半点蹊跷。陛下动怒，下了口谕，严禁殿下干涉锦衣卫办案，让您暂且停职，闭门思过。知道了，公公辛苦，回去替本殿谢父皇交。老奴告退。殿下，是我连累了你。顾百山的莽夫果然跑去御前替本殿点火。这火烧的这般大，连父皇都降罪了，夫君何故发笑？你们仔细想想，我父皇最近都经历了什么烂摊子？先是御医下蛊，紧接着遭人背叛。这与锦衣卫何干？大有干系。父皇接连遭防祸事，此刻正是他最为多疑猜忌之际。锦衣卫乃天子亲兵，李强力保父皇安危，可太医下毒，锦衣卫毫无察觉。后宫生变10多年，锦衣卫形同瞎子。今日办案受阻，却还有脸御前状告，父皇会怎样想？但殿下，您虽受宠，但此刻本该折服。这般出风头，引得宗室和权臣抱团敌视，岂不危矣？大错特错！父皇让我总揽禁军、金吾卫大权，绝不是让我安身抱守的。本殿欲兴复大周，荡平奸佞，就绝不能单枪匹马，唯有告诉世人，我顾臣无惧宗室、权臣，朝中受尽打压、心怀社稷的纯臣，才敢站我身后。殿下，
大理寺卿、刑部尚书等一众臣工在府门外求见。陛下刚下旨申斥，他们怎敢顶着风头登门拜访？夫君说过，只要你敢于发起攻势，上苍自会为你匹配盟友。他算准了军心，算准了朝局，甚至算准了人心向背。这天下有救了。微臣等听闻九殿下赋闲，特来拜见。眼下正值多事之秋，父皇刚下旨，命本殿停职思过。诸位在此聚众，岂不是授人以柄，落下口实？殿下所作所为，臣等看在眼中。此次前来，便是提醒殿下，切莫灰心，失了锐气。诸位良言，本殿铭记在心。既然有诸位忠志之士相助，那宗室贪腐、权相陷权之患，本殿必能除之。皇子好胆量，竟直接摊明牌了。日后朝堂之上，我等愿为殿下据理治政。开团秒根是吧？这下本殿在朝中也算有了一方党骨。完事了，走，我们去找流经之子。可是皇上刚下口谕，让您停职思过，严禁调动禁军和禁务卫。城外现在全是锦衣卫眼线，我们难以干预。我贤父在家，那出门打的你，怎么回事？青梅，即刻调遣降龙会在京城周边所有精锐，听本殿号令。遵令。真以为限制了本殿兵权，本殿就无计可施了？笑话！就是这帮畜生助纣为虐，害我家父。眼下大事为重，我得忍，先把万民血薪送达御前再说。继续装，三脚猫的伪装，想来骗锦衣卫，找死！告御状是吧？把你嘴给割下来喂狗！挪开你那臭脚！你们这群国贼！陛下迟早斩了你们！老子就是陛下的人，斩我，老子先斩了你脑袋，让你和你爹都做个无头鬼！哎呀，不好意思，这畜子野性难驯，一时没拴住，竟冲撞了上官。不过话又说回来，锦衣卫不在宫中护驾，怎在城郊驱赶百姓？这些都是北都逃难来的饥民，宗苏强征暴敛，害得北都饿殍遍野。锦衣卫非但不查，反而助纣为虐，替宗苏杀人灭口，封锁消息。哪来的臭小子，想死是吧？什么？锦衣卫乃天子亲兵，竟何时成了宗室的狗腿子？放肆！你这乱臣贼子竟敢在此妖言惑众！弟兄们，给我剁了他们！不自量力！有两下子，难怪有恃无恐。可打伤锦衣卫，你就纯是活腻了。哦，以众欺寡。你要造反不成？青梅，你先带刘禅和这些饥民离开此处，去据点妥善安排。乘风守军要来了，你等是江湖帮派，不宜与朝廷兵马见血。是。多谢恩公仗义出手。臭小子，此人乃朝廷要犯，若你放走，便是同伙。什么情况？锦衣卫为何倒了一地？将军，此人聚众闹事，掀起民变，还袭击锦衣卫，要谋反啊！罗织罪名很熟练。大人，锦衣卫阻拦灾民入城，还肆意殴打百姓，在下是看不过才出手。住嘴！一介草民还敢狡辩？锦衣卫能冤枉你吗？我就说天下太平。这城外哪来这么多灾民？原来都是谋反乱党。来人，把这狂徒抓起来，交由锦衣卫好好审讯。你一个无名草芥，竟敢妖言惑众！来人，给本将把他就地处决，乱刀砍死！
且慢！将军刀下留人。百户大人，此等乱民，杀了便是。将军有所不知，咱们指挥使顾大人昨夜在九皇子那儿吃了可亏，丢了面子，没少冲镇抚孙兄弟几个发邪火呢。这小子赶坏锦衣卫的事，知道的又不少，他的同伙也跑了，连那带着血书的刘禅都没抓到。若这么杀了他，咱们拿什么交差？还是大人思虑周到，把他活着押送回去，交给指挥使大人处置，咱们也算功劳一件。臭小子，老子让你知道，有时候活着不如死了痛快。来人，给我抓回锦衣卫镇抚司大牢！好啊，不过我可要警告你，把我带进大牢简单，可想把我放出去，可就麻烦。放出来？做梦呢！管你什么英雄好汉，进了镇抚司就没一个能喘气出来的。好，一般人可没机会参观锦衣卫内部，我倒要好好逛逛。来人，带路。阮姑娘，我们就这样把恩公一个人扔在那里，是不是太过绝情了？那些锦衣卫手段歹毒的很，恩公要吃大苦头的。我想回去救他。站住！我家主人安危，轮不到你来操心，去做你该做的事。我这就送你进京，你立即带着你父亲头颅与万民血书，去黄芳殿前击鼓鸣冤，不准拖延。是，我定不负恩公嘱托。你们几个，立刻去联系穆青城，让他派人满京城传扬，就说锦衣卫指挥使顾拜战为报复九皇子，竟将九皇子当街抓入司牢，殿下生死不明。属下明白。九皇子，原来你们竟是九皇子的人马。你知道就行。殿下身份何等尊雄，绝不可能吃半点苦头。苍天有眼啊！宗室贪腐，致使我北地恶殍遍野。我本以为大周朝堂皆是蛇鼠一荒，没想到朝廷还有正气生存。爹，你看到了吗？流着眼泪，到陛下面前再疼不迟。快走！进了这种阎王堂，哪个不是吓得尿裤子？他怎么跟逛自家院子似的，一点不慌？老子倒还真有点被唬住了，够邪门。走快点，死到临头了还故作安逸。来人，上茶。上茶？我看你是失心疯了，真拿这里当自家后台呢。你有恃无恐，我知道你身后有人，但我管你有天大的来头，栽在锦衣卫手里都得吃瘪。赶紧把刘禅下落干系交代清楚，否则等指挥者来了，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问你，茶呢？锦衣卫竟如此不懂待客之道。妈的，老子不审了，给我宰了他，把他剁成肉泥！人呢？你们城外抓到的那个要犯，快押来见本官！大人，就是他！这狂徒非但不招，竟然还敢行凶，好大的胆子！保战大人，脸上的伤好些了吗？大人，您看，属下把这聚众闹事、妄图谋反的狂徒给您活捉来了，他还不肯招供乱党同伙下落。哎，您怎么跪下了？瞎了你的狗眼！你抓的是九皇子顾晨！九皇子，完了！难怪敢大摇大摆往镇抚司里走，属下该死！手底下人有眼无珠，竟不知死活冲撞了殿下。百战大人说笑了，锦衣卫威风得很啊，只凭3言2语便叫本殿停职思过。殿下说笑了。于是本殿烦闷，想着出城打猎散心，谁知竟又被你们锦衣卫当街所拿了回来。
误会，殿下，这全是天大的误会啊！都带上锁扣了，还叫误会？方才本殿不过想讨口茶水，这位百户大人便拿刀指着本殿，狠狠威胁了一番。唉，本殿竟沦落如此。畜生！看看你干的好事，这下如何是好啊！大人饶命，属下有眼无珠啊！殿下千金之躯，岂能受此等委屈？这还带着枷锁作甚，属下这就为你解开。慢着，殿下，您这是何意？既然已不明不白带上了这枷锁，我不明不白摘了，难免有损本殿名声。既然如此，不如等父皇亲自查明缘由，本殿再摘不迟。大宗正又出大事了，锦衣卫竟把九皇子给抓进镇抚司司牢里去了。你说什么？抓了顾辰，这闹的又是哪一出？老夫让顾百上平事，他怎的却把事情越闹越大呀？父皇，您可要为夫君做主啊！我配的生类药水效果就是好。安然啊，快起来吧！怎么哭成这样了？莫非老九欺负你了？你尽管说，你可是朕的救命恩人，朕会好好替你教训他。不是的，安然还请父皇救救夫君，他被锦衣卫当街所拿，抓进镇抚司的死牢里去了。放肆！简直无法无天！锦衣卫竟敢当街所拿朕的皇子！夫君他因被停职，心中烦闷，去城郊打猎散心，谁知锦衣卫竟不知何故将他强行抓走。夫君千金之躯，怎受不了那般苦臭啊！好一个顾婉战，朕倒要亲自去锦衣卫镇抚司瞧瞧，他究竟是以何罪名抓的人。摆驾，出宫。何人在此击鼓鸣冤？夫君虽在牢中，但锦衣卫绝不敢伤他分毫。倒是这百姓满身血污，击鼓鸣冤，定是受了天大冤屈。父皇乃天下共主，还是先体察民情疾苦要紧。好孩子，婵儿娶了你是他的福分，把他带过来。草民刘禅叩见皇上，家父乃北地知县，因如实上报宗室贪腐倒卖皇粮，致使北地饿殍遍野，一子而食，竟遭锦衣卫暗杀。你说什么？饿殍遍野？宗室为府亏空，强征百姓明年种粮，高价调卖。锦衣卫则封锁消息，凡敢上京告状者，皆被他们沿途截杀。若非城外路过一位义士信朋相救，草民早已身首异处，这血书也万万沉不到御前啊！乱世贼子，竟敢愚弄朕！刘公子，那位义士可留下姓名，陛下必会相救。草民不知恩人名讳，但他曾赠予此等信物。竟是陈儿的贴身玉佩，朕就纳闷儿，顾百战就算是失心疯，也不至于连朕的皇子都敢抓，原来是想遮掩这等勾天大罪。白驾，朕把镇抚司围了。是。殿下，这地牢阴暗考试，实在安飒难闻。殿下先出牢房，微臣在外面给您慢慢磕头谢取刑吗？可不敢乱出，锦衣卫罗织罪名厉害的紧，再别给我弄个谢罪私逃的罪。殿下，你何必为了几个蝼蚁，非要跟整个宗室过不去，挑动风波，影响大局呢？你有脸跟我讲大义？草菅人命，欺瞒君父，还敢大言不惭！烦！不好了，指挥使，皇上带着御林军把咱们镇抚司围住了。完了，这下该如何是好？顾百战，给朕一个解释。陛下，今日城郊有报人生事，正好九皇子外出打猎，
情况凶险，微臣是为了保护九皇子安危，才将九皇子暂请护送来此。臣是一片忠心啊！你还敢说忠心二字？给臣儿套上枷锁，这叫护送！人都在来到你的面前，你尚且还敢信口开河？若真信了你苦苦哀求，撤了这枷锁，可就任你胡说。以恶殍遍野，你本负责监察朝野，反倒助纣掩盖恶行，拦路劫杀饥民，枉负朕的一番信赖。若非臣儿恰巧外出撞着此事，怕是正要被你瞒过去了。竟有此事！微臣，来人，扒了顾百战官服！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不配穿飞鱼服。陛下，我知错了。闭嘴！再把他牙全敲了，朕不想听他说半个字。臣儿，让你受苦了。感谢恩公相救，苍天有眼啊！北地万民终于有活路了。朕千算万算，没料到自己竟会被锦衣卫蒙蔽。臣儿，朕决定了，从此往后，锦衣卫兵权也交由你掌管，给朕好好去腐除毒。皇上英明，有九皇子掌权，必能除尽锦衣卫中败类。别怪为父，这是一次试探，千万别让为父失望。父皇不可，锦衣卫乃天子亲军，外人绝不得干涉。儿臣深得父皇宠爱，若儿臣都不守规矩，又何以为天下表率？还请父皇收回成命，一看就是在考验我，军心难测。幸亏我知道剧情，不过这次过关了，那储君之位就成了我的囊中之物。我儿深明大义，朕老了，但这大周社稷也终究是后继有人了。顺利过关，本殿从此以后就是有失无名的太子，大周储君。臣儿，顾百战此妖辜负皇恩，锦衣卫如今群龙无首，依你之见，满朝文武谁能担此重任，替朕重整这天子亲兵？这次放心直言，不必忌讳。父皇，儿臣举荐一人，钟墨人，他原属锦衣卫，后在宗室倒卖黄粱一案中坚持揭发非命，所以被顾百战提名并通缉。本殿虽然不能碰锦衣卫，但若让钟墨林担任指挥使，那也等于间接控制了锦衣卫。此女对我已颇为信赖崇敬，倒是个忠直之人。快找他来，让朕过目。一介女流，锦衣卫乃镇国历练，交给一个女子，怕是难以服众啊。朕不得不三思。我若没把握能举荐给你，若揭晓钟墨离另一层身份，锦衣卫指挥使必是他的。父皇且看，不觉得此女长相可有故人之姿？姓钟，钟铁山是你何人？正是家父。没错，她便是钟统领留在身上唯一的遗孤。你竟是铁山之女！当年你父亲为救朕，挡下冷箭，自己却中箭毒身亡。家父临终前说了，此生不负君恩，这辈子活得值。好孩子，虎父无犬女，朕今日便下旨，由你接任锦衣卫指挥使，统领秦军。我，陛下，这太突然了，何故如此？我还身负罪名呢。哈哈哈，是九皇子力推你为新任锦衣卫指挥使。此等大恩，永生难还。礼数都忘了，先谢陛下。微臣定不负陛下隆恩。朕命你全力配合九皇子，彻查这黄粱亏空大案，把宗室里藏污纳怒之辈一个不剩，统统挖出。遵旨。莫离，你先整备锦衣卫，本殿有事先回。安然，府里那条大驴见我被抓，那是已经上钩了。是啊，师尊他老人家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原来殿下故意被抓，是一箭双雕之计，还想引蛇出洞，让穆子元趁机救顾天明。才明白。殿下神机妙算，莫疑佩服。堂堂锦衣卫指挥使成了我的小人，这下京城之中没几个是我对手。师尊，你终于来救我了！
天明，你竟被折磨成这样。师尊，都是顾晨的错。若不是他横刀夺爱，我怎会吃下血魔丹，导致走火入魔？江依然本该是我的，这大周的江山也该是我的。徒儿且进，师尊这就带你杀出去。穆子渊，你叛出宗门后，有好几年未曾相见了。叶清瑶，你竟早有埋伏！顾晨，你以为靠个女人就能留住我？师尊天下无敌，是吗？那你不妨问问你师尊现在感觉如何？是女人，安然，你们果然在阴我！晚了，我师父来了，你们都得死，全都得死！所以说没事别瞎吃药，人都吃傻。你就是顾晨，难怪叶青兰这女人如此清高，却甘愿做打手。原来看上了你这么一个细皮嫩肉的小白脸。找死！死这个小白懒先死！只是擒住顾晨，我顺利走，何须与叶青兰这女人僵持不下？对，先杀顾晨！差不多了，药效该起。师尊，你怎么了？你快站起来啊！别嚎了，你师父中了麻痹之毒，浑身精力尽散。你何时下的毒？我百般防备，竟仍被曾察觉。这软筋散功粉无色无味，但只是吸入，并不会催发药力，唯有运气动武之时，药力才会激活。那他与我交战多时，为何没事？晨儿早料到你会来劫狱，我已提前服下解药。堂堂皇子竟用下毒这种下作手段，胜之不武。下作荒！尔等乱臣贼子，抗法不孙，还指望本殿效法莽夫，与你公平决斗不成？想抓我，没那么容易！晨儿小心，他已自伤刺激心脉，强行压制药力，那又如何？不过只能压制药力一瞬吧。什么呀？天明，此乃回阳丹，可助你暂且恢复体能。力量果然回来了。为师撑不住了，快带为师离开。叶青兰武功盖世，若不带上师傅撤离，速度受限，必会被抓。师傅的诱饵，方可逃出升天。快点！天明，你竟……我穆子言竟瞎了眼，活该落得如此下场。现在你看清那废物的真面目了吗？成王败寇，要杀便杀，废什么话？我知道你在盘算什么。顾天明乃靖王私生子，你想扶持他登基，如此一来，你便是大周国师，能压过叶青显一头。你到底是谁？晋王之事乃机密，连顾天明那蠢货都不知情，你怎会知晓我与扶持私生子登基的盘算？本殿不仅知道晋王，还知道你这国师美梦注定成空。你舍命相救的好徒儿临阵脱逃，拿你当挡箭牌，你还要为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殉死吗？成王败寇，我机关算尽，
竟输得如此彻底，连徒弟都弃我如履。蝼蚁尚且贪生，本殿不仅能留你一命，还能让你手刃叛徒。只要你吞下此物，从此奉本殿为主。索心国，休想！我纵横半生，宁死也不做皇家走狗。做他的狗是你的福气，吞下去或者死。我吞。夫君，虽收服了这等绝顶高手，可到底还是让顾天明那恶贼跑了，终究是个隐患。无妨，跑了才是好戏开场。顾天明经脉尽毁，一个废物罢了。但他这晋王私生子这层身份，本殿留有大用。当年晋王与父皇争权，因爱慕皇后，放弃皇位，而眼下皇后已死，死因早晚会传到晋王那个恋爱脑耳中，必须早做打算。女凭世间，恩怨就是多。一群造谣生事的泥腿子！北地风调雨和，哪来的饥荒？大人冤枉啊！宗室强买强卖，低价抢走了草民村子的种粮，我们村已经饿死了上百口人啊！求青天大老爷给条活路吧！胡扯！分明是你们不努力种田，没了吃的就诬陷宗室，想哄骗朝廷赈灾，白吃白喝。都给本官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些是伙同外敌，散布北地饥荒流言的反贼，谁敢乱说，乱去京城告状，本官就斩了谁的脑袋！大周已经没有王法了。苍天无言啊！本官就是王法，给我斩！本殿剑法不赖吧？当真是百步穿杨，殿下神射。大胆，竟敢劫法场！我看你是活腻了。睁开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本殿奉旨亲至北地彻查宗室贪腐倒卖皇粮大案，没想到竟如此触目惊心。九皇子，什么倒卖皇粮？下官毫不知情啊！下官只是在处决几个造反的刁民。宗正明明说了，灾情并未传到京中，可怎么九皇子杀过来了？还给我装！你发给顾廷那老死不死的密信，早就被我截住了。穆青城就是好用，情报一拿一个准，省得本殿与北地官员勾心斗角。你是皇子，草民冤枉啊！草民被抢了粮食，只是跑去讨粮，就被官府抓起来，严刑拷打，强行供认罪名。求皇子主持公道啊！北地百姓已经没活口了。父老乡亲且听，本殿乃大周九皇子顾晨。父皇得知北地灾情，震怒无比，下令命我外出彻查。本殿必会还你们一个公道。陛下万岁！九皇子万岁！属下在。给本殿把死囚撂草全部斩断。这狗官交给你们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殿下饶命！快随本殿进城，务必在消息走漏前直捣黄龙，越快越好。是，殿下。殿下，不妨我先去提前探查。不必，穆青城早已摸清城中涉案官员情况，我们只需趁他们来不及藏囊赃钱前，以雷霆之势将其抓获便是。驾！原来殿下早有准备，竟缜密如斯。可笑我竟认为顾明天那种货色能与之争锋。发财了！哪怕分80%给京城里的大风正，剩下的也是金山银山呐！这大好良田本来就是我顾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让贱民们种了那么多年没收租，算便宜他们了。侯爷，塌天大祸啊！混账！慌什么丧？天塌下来也有本侯顶着，顶不住啊！九皇子他带人杀进城了，府衙已被查抄，知府当场斩首了。侯爷，出大事了！九皇子已经带锦衣卫杀过来了，把咱们别管，围得水泄不通。慌什么丧？既然他不给咱们留活路，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来人，把豢养的死士全埋伏在院子里。侯爷，少皇子，这可是谋反诛九族的死罪啊！蠢货！你以为我们现在就无罪吗？北地的皇粮百姓种粮，已被我全数卖给了敌国大梁。
这本就是诛九族掉脑袋的死罪，左右是个死，倒不如拼一把干掉顾远。只要提着他的人头，趁机逃往大梁邀功，大梁女帝定会重赏。有这满屋子的金银，咱们到了梁国也是一介安逸富家翁。若留在这儿坐以待毙，便只有凌迟处色的下场。侯爷英明，小的这就去安排。九殿下大驾光临，微臣有失远迎，罪该万死。少废话，罪证已在殿下手中，还不赶快交出贪污皇粮？好说好说，几位且稍等，微臣动手，杀了他们！狗急跳墙了，找死！这下完了！殿下饶命！饶命啊！想死的痛快点，就交出皇粮，粮食早就被微臣卖给大梁，现在府里只剩钱了。但殿下绝不能杀我！没了粮食，外头饥民顷刻就要暴乱。但若殿下留我一条狗命，微臣自会想法子把粮食筹齐。若杀了我，眼下遍地荒芜，半袋粮食也休想拿出。本殿对很别人威胁。不！殿下，杀得痛快是痛快，可顾德正说的也对，这满屋金银根本当不了饭吃。殿下，外头的百姓已经饿到一子而食啊！若是今日再不发放赈灾粮食，不出半日必定激起民变。粮食找到没？都被这奸贼卖给梁国了，终究还是来晚一步。这该如何是好？朝堂上那些奸佞，才不管殿下斩了多少层，他们只会颠倒黑白，说殿下一去，当日便立即引发民变。放心，天塌不下来。既然没有余粮，那本殿亲自去借粮便是。借？向谁借？如今北地谁还能一口气拿出赈济百万灾民的巨额粮草？如果有的话，我的情报网早就汇报了。乾坤商会，李大小姐李思辰。殿下，我认识那个女人，没戏的。这乾坤商会买卖遍及数国，富可敌国。那李资辰更是出了名的奸诈，算盘打得比谁都精。找他借粮，他不得满天要价？不如直接抢他。哦，是吗？抢的话，只能抢商会本地粮仓，难解缠眉之急。这倒是。其实吧，本殿手头有个绝妙的筹码，只要把这筹码交出，李资辰定会大喜过望，倾尽粮仓赠予本殿。殿下果然还有后招，早说嘛！快说说看。本殿的筹码呀，就是你。只需把你打包送给李自成，本殿保证，我要什么他就送什么，绝不二话。你信不信？原作中，穆倾城原名姓李，是李自成失散多年的亲妹妹。本殿让你姐妹相认，阖家团聚，你总得感恩吧？那要点粮食，岂不是轻而易举？我不去，我才吃了殿下几天饭，殿下怎么就把我给卖了呀？而且殿下把我送给他，莫非他有什么折磨女子的怪习？殿下开恩啊！乱想什么呢？你把本殿袖子都撕坏了，道长。不撒！放心，本殿开玩笑的，不卖你。但只要你去了，李自成自会送你。这是为啥呀？我和他算是认识，他对我看不顺眼，我可没那么大面子。乖乖跟着本殿走了便是。本殿要给你一个大惊喜。九殿下大驾光临，
寒舍蓬荜生辉。但若为粮食而来，民女只能说声抱歉。李姑娘似乎对朝廷颇有怨愤。眼下饿殍面地，本商行也绝非绝情之人。于几日前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结果官府却来查封，声称粮食腐朽，致人登病，便将放出的粮食全然抢走。这官府是一点活路都不打算给百姓留啊！哦，这不是穆小姐吗？你此前提供的情报很准时，十分感谢。但若你别漫天要价，好好谈生意，我会更为感激。分明是你敲骨吸髓，恶意压价，你害我少赚了50两银子。话回正题，行善却被无端污蔑敲诈，乾坤商会被官府如此对待，那选择就站在岸上，也不算冷血吧？这倒是，不过本店此次前来，不光是为了借粮，也是为给你一桩喜事。眼下乱局纷繁，急需殿下主持，何须与我一介商人打机锋呢？请直说便是。听说李姑娘并非家中独女，本有个亲生妹妹，小时因战乱离散，可有其事？是有此事。佳妹是否在左身肋下有一枚桃心胎记，与你胎记恰好对称？莫非殿下知我妹妹下落，还望告知，让我与那苦命的妹妹相聚。民女必感激大恩大德。姐姐，姐姐，我以前讨饭好辛苦。是姐姐不好，姐姐打听遍了各国消息，却不想佳妹竟与自己有过交往。不愧是亲姐妹，青硕在我府中管账，打理得井井有条，颇有佳姐之风。殿下大恩，资山万死难报。来人，传我令，开商会倾尽存粮，无偿支援北地灾民。本店并非挟恩图报之人，商会之粮一概由本店高价收购。毕竟佳妹可是个小财迷，不会允许本店占自家商会。哪有？九皇子千岁，九皇子活了我们北地100万生灵。殿下，您要回京了是吧？我过几天就回去找你。不急，好歹姐妹团聚。乾坤商会也要将大周京城，我想与佳妹常伴。北地之患已解，接下来该回京城总葬。听令，班师回朝。遵命。九皇子要回朝了，他怎么这么快？不到1日平定北地灾情，还搜齐了罪证。一旦九皇子回京，便是咱们的死期。大宗镇，我们该如何是好？大势去矣。连大宗镇都认输了吗？老夫是输了，顾晨那臭小子也休想赢。来人，起轿！老夫要去见晋王。当年陛下与晋王旗鼓相当，若非晋王主动退出夺嫡之争，今日沦位还指不定谁做呢。既然陛下绝情，就休怪老夫玉石俱焚。大宗正此次拜访，若是为了皇粮贪腐之事，那就请回吧。此等恶行，本王亦为发指，绝不包庇。晋王面容变得清瘦悲苦，可是为哀痛皇后之死。住口！皇后母仪天下，岂是你一介臣子可信口细说之人？哈哈哈！狗屁母仪天下！你爱慕皇后数十年，却连皇后死因都被蒙在鼓中。哈哈哈！难怪被族中耻笑多年，说是情种晋王，丢江山又丢美人。哈哈哈哈！老匹夫，你把话说清楚，皇后究竟怎么了？今日若敢隐瞒半字，本王保证你等不到被陛下处决，现在就得死在晋王府。你把皇后视作仙神，放弃皇位，退居王府，结果呢？她跟个假太监私通，诞下野种，被皇上在金銮殿上亲手活活掐死，草草下葬。是早死晚死都得死，不如临死前很好刺激一把晋王。这不可能！皇兄他怎敢杀他？
有什么不敢的？满朝文武都看着呢。哼，你爱慕了半辈子的白月光，就是个荡妇，你就是个笑话，天大的笑话！闭嘴！你给本王闭嘴！对，就是这样。皇后就是这样被陛下掐死的。本王不信，昏君、暴君，定是被昏君栽赃陷害、屈辱而死。此仇不共戴天，不共戴天！陈儿，你连日返京，诸事繁法，怎么却有闲心陪朕下棋？胜局已定，逮捕犯人、梳理罪证这些琐事交给属下便是。倒是儿臣面圣之前，得闻一段怪事。说说看。怪事其一，顾廷死了；怪事其二，顾廷死在了晋王府中。当真是咄咄怪事。晋王沉寂已久，难不成是因为皇后之死？想必父皇已经猜到了。顾廷狗急跳墙，他已将皇后之死和盘托出，且极尽挑拨之能事。晋王怒极。晋王曾与父皇议食于宴，一旦孽生反心，必成大患。父皇必须该早做打算。原作里，晋王就是个为爱撞破南山的纯血痴情男二号，为报皇后之仇，他绝对会不择手段，而他最擅长的便是借刀杀人，离间之计。臣儿思虑公然谋逆，而是先在朝中散布流言，挑拨你我君父之情，以伺机夺权。原来父皇早已料到，都是我多虑了。看你表情，朕就知道你在想什么。真当朕老了？以前晋王不是朕的对手，现在你我父子联手，就更不足。说吧，你有何计策？晋王若想离间，咱们便将计就计，给他演一出父子反目的好戏，引他底牌进出，再一网打尽。好一个将计就计！区区晋王未必有这盘棋难对付。父皇，北地黄粱一案已查明，宗室勾结贪官，盗卖赈灾粮草，致使北地生灵涂炭，铁证如山。大宗正已畏罪自杀，还请父皇降罪。好一个铁面无私的九殿下！陛下，九殿下雷霆手腕，肃清贪腐，实乃大周之福，社稷之幸。臣以为国本不可一日无储君，恳请陛下即刻册立九殿下为当朝太子。顾臣小儿果然沉不住气。你可知你那父皇生性多疑，你如今权势过大，功高震主，本王那皇兄必定容不得你。立主，臣儿虽有功，但资历尚浅，此事容后再议。臣儿算得分毫不差，晋王果然在挑拨离间。可是，父皇，您明明答应他，重磅父子对手戏，开演开演。朕答应过什么？你倒是说出来。儿臣不敢，只是还请父皇莫要卸磨杀鱼，寒了儿臣之心。糟了，九皇子被太子之位冲昏了头，御前失态了，可千万别惹怒了陛下。好得很呢，老九长本事了，连逼宫都敢了。儿臣不敢，只是……闭嘴！传旨，九皇子外出受累，勒令其回府闭门休养，无诏不得外出。父皇，遵旨。我演技还是如此出秀，年轻气盛，本王轻易把父子之情就当做。哎，这就是无情的影子。王爷高明啊，不过轻轻飘悄几句话，就让那顾臣小儿失了圣心。如今皇帝身边再无这头幼虎庇护了。并非本王言语挑衅，只是陛下刻薄寡恩，惯于用完就扔。九皇子不过又是一枚废棋罢，不知晋王有何打算？今上无道，本王不会坐视天下倾覆，当改朝换代。晋王仁德盖世，将某愿匡扶大周，辅佐新君。姜太尉乃国之栋梁，能助本王，大事可成矣。能得秦王看重，老臣此生幸得明君。只是不知秦王下一步棋要如何下，老臣且听调遣。这几十年，本王暗中阴阳死士已得500之众，
而明日便是那皇帝去成交的祭天大典。皇兄盛怒之下，让顾臣禁足，使其不能随同，本王便可乘其不备。老臣懂了，老臣这就将这些死士安插入祭天大典人员之中。明日一声令下，便可挟持旧主，改换新君。只是否过于匆忙？不，必须快，越快越好。迟则生变。那狗皇帝向来多疑，早晚会警觉。王爷英明，如此魄力，才配得上社稷之主啊！不，本王是不想再等了。晚给皇后报仇一日，本王就心如刀割一日。您刚立下大功，陛下非但不赏，反而当场怒斥相罚，甚至连祭天大典也不让陪同，这也太过分了。莫离莫慌，这只是本殿与父皇演的一出好戏而已。演戏？给谁看？夫君发现了晋王有造反之心，于是告知了父皇，于是设下了欲擒故纵之计。晋王蛰伏多年，唯有让他以为本殿失宠，父皇身边无人，他才方敢动手。原来如此。唉，刚清洗宗族，王爷又开始闹事，天下何时太平啊？快了，近在咫尺。殿下猜的没错，方才穆青烧线人来报，晋王竟在京城藏了数百死士，分散民间。明日要在祭天大典礼上集结，政变夺权。好，果然来了。他集结，本殿已集结。莫离、青梅，你等调回锦鸡卫、降龙会一干精锐，提前埋伏城外。安然，你去让穆子苑乔装，跟在父皇。是。灭贼兴州，在此一役。皇兄，大事不好了！皇兄，快逃啊！晋王，何故如此慌乱？是顾臣，九皇子心怀不满，竟调动麾下护卫、城防值守人员擅自行动了，正朝着祭天环区赶来，似有异动啊！什么？这个逆子真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他，如今伟大不掉，竟养出了个乱臣贼子，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不行，要憋住，千万不能演砸了。这些精武卫都是我的人所精心假扮，顾臣不在，谅你也认不出。陛下，叛军势大，御林军顶不住，依臣弟之见，可前往城郊西侧密林暂避。皇兄，快随我走！好，危难见忠臣，全仰仗皇帝了。皇帝，这里是何处？皇兄，你仔细看看，这是哪里？这就是你亲手掐死的皇后，被你像扔一条狗一样草草掩埋的地方。那些叛军根本不是陈儿的人，是你。没错，是我。昏君杀我挚爱，今日这荒坟便是你的葬身之地。叛贼，护驾！护驾！你瞧瞧，你身边除了几个柔弱无能的太监，还哪有人？陛下，大势已去，莫要再挣扎了。老臣奉劝您立刻写下罪己诏，将皇位禅让给亲王殿下，再在此坟前自刎谢罪，或许还能留个全尸。江山河，没想到啊，这竟还有你的事情。哈哈哈哈！少装模作样，你现在不过是个孤家寡人罢了。平时个个都一副忠义模样，如今可算败露真面目。先斩你一条胳膊，看你还如何叫得出口！你乃何人？
九皇子。顾晨，你不是被夺权软禁了吗？你们父子是在演戏！哼，若不演这一出戏，你们又怎会自己跳出来作死？不可能，本王筹谋了这么多年，怎会输得如此干脆？因为你蠢，竟妄图倾覆大周江山。今日本殿便让你亲眼瞧着你的大梦是如何灰飞烟灭的。死！我要你们全都给他陪葬！反贼便是这个下场。饶命！陛下饶命啊！老臣是一时糊涂，受了晋王蛊惑。糊涂？你把持朝政，残害忠良，几次三番谋害父皇时，可一点都不糊涂。看在你是安然父亲的份上，饶你一条狗命，在大牢里了此残生吧。九皇子顾晨评判有功，挽黄兰于己岛。朕今日昭告天下，正式册封顾晨为皇太子，监国理政，钦此。顾太太子，倾覆大周第一步，算是圆满完成。接下来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急报，边关800里加急。启禀陛下、太子殿下，顾天明潜逃大梁，劝赎两国女帝，撕毁盟约，集结100万大军，陈兵边境，事态紧急万分。文儿，国难当头，你可愿担此攘敌护国之重任？当仁不让。